你想说出地道的中文，对吧？今天我们来学8个中文短语。这些短语呢，是生活里经常用的，学会了，你的口语听起来就会更像中文母语者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文思维课堂，我是小涵。今天我们要学的8个短语都有一个打字。打这个字你一定很熟了吧？打不是用手打人吗？对，那是本来的意思。但是在今天这些词里呢，打的意思是开始做什么事。先看第一个，打下手。打下手。打下手不是打别人的手啊。打下手呢，就是别人做重要的工作，你在旁边帮点小忙。比如说，你朋友做饭，你帮忙洗菜、拿东西，做点简单的小事儿，这就是打下手。来看2个例子。第一个，需要我给你打下手吗？你朋友在网上买了一个新书架，你看到他一边看说明书，一边在安装，感觉呢有点费力，你就可以对他说，需要我给你打下手吗？意思就是我帮你拿工具，扶一下架子。开会前，你看到同事在复印许多文件，他看上去很忙。你说，这么多文件需要我给你打下手吗？意思是你复印，我来装订。我们一起干，快一点。别人做事的时候，你想帮忙，就可以这么问，很地道。第二个，我不会做饭，但我可以给你打下手。朋友请你去他家吃饭，你走进厨房，他正忙着炒菜、煮汤。你想帮忙，但是你不会做饭。你可以说，我不会做饭，但我可以给你打下手。就是说我来帮你做点简单的小事儿，像是洗菜、拿盘子、洗洗碗这种的。好，第二个，打交道。打交道，你去认识人，或者因为工作、生活要跟人说话、办事儿，这就是打交道。比如你和同学、同事、朋友，还有刚认识的人见面聊天，都是打交道。我们来看2个例子。第一个，我喜欢和不同的人打交道。你喜欢跟人聊天吗？还是更喜欢一个人待着呢？如果你是个特别热情的人，第一次见新朋友，你就可以
这样介绍自己：我喜欢和不同的人打交道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我很喜欢认识新朋友，跟不同的人聊天，一起玩。这句话在工作面试的时候说也很不错。第二个例子，他做销售工作，天天要跟客户打交道。想象一下，你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卖车的，或者卖房子的，那他每天干嘛呢？对，他每天要见很多客户，要聊天，要谈事情。你跟别人介绍他，就可以说他做销售工作，天天要跟客户打交道。这里的销售就是指卖东西的人。如果一个工作需要每天见很多人，说很多话，你都可以用这个说法，非常地道。第三个，打酱油。打酱油，酱油大家知道吧？就是中国厨房里经常用的水一样的那种黑色调料。你在亚洲超市里一定见过。那调料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加在菜里，让味道变更好的那个东西。像是盐糖都是调料。以前大人让小孩去买酱油，小孩路过热闹的地方，就会停下来看一看。那现在打酱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你只是路过看看，或者你随便做做，没有认真去做。举两个例子。第一个，这次比赛我就是来打酱油的。你朋友叫你去参加一个比赛，也许是篮球赛，或者呢，一个中文演讲比赛。但是你心里很清楚，我也没怎么准备，就是去玩一玩的。这时候你可以怎么说？这次比赛我就是来打酱油的。意思就是我不是去拿第一名的，我呢就是去随便玩玩。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。这样说会让人觉得你很放松，很幽默。第二个，你们聊吧，我就是个打酱油的。你跟朋友聚会，大家突然开始聊一个话题，这个话题呢，你完全听不懂，可能是在聊公司的业务，或者是在聊一个你不认识的人。这时候一直坐在那里不说话，有点尴尬，对吧？你可以笑着说，你们聊吧，我就是个打酱油的。意思就是你们继续聊你们的，我没关系，我就在旁边吃点东西。这样一说，大家呢聊得开心，你也不会尴尬。
这种说法很有意思，别人会觉得你很有礼貌。但要注意了，在开会、面试或者很重要的地方，不要这样说。和朋友平时聊天啊，这么说就很合适。如果你想问，那为什么是打酱油呢？不是打其他什么？老实说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啊，大家都是这么说的。你记住这个说法就可以了。第4个，打水漂。打水漂。你小时候啊，玩过扔石头的游戏吗？打水漂呢，就是把石头扔在水面上，石头跳几下，最后沉下去了。意思啊，就是说花了钱和时间，但是啊，什么也没得到，就像把石头扔进水里一样，没有了。来看2个例子。第一个，钱都打水漂了。你花钱买了一个二手相机，还挺期待的。结果呢，一次都还没用就坏了，而且啊，还修不好。这时候啊，你是不是很无语？你可以说，我买的二手相机一次没用就坏了，钱啊都打水漂了。你有一个朋友，他想要减肥，去办了健身卡，但是啊，他太懒了，结果呢，一次都没去。现在卡过期了，用不了了。这时候你就可以吐槽一下，他买的健身卡一次没去就过期了，钱都打水漂了。第二个，突然下雨，我们的计划打水漂了。想象一下，你跟家人约好周末去野餐，大家准备了1个星期，买吃的，想去哪里玩，都安排好了。到了周日，突然下了大雨，哪儿都去不了了，只能待在家，是不是很可惜？这时候你就可以说，突然下雨，我们的计划打水漂了。意思就是之前的准备全都白费了。所以啊，打水漂就是说白花了钱，或者白花了时间。第5个，打圆场。打圆场。什么是圆场呢？圆就是圆圆的，没有尖的地方，所以啊，不会伤到别人。打圆场就是说，看到别人生气吵架，你说几句好话，让大家不生气了。我们来看2个例子。第一个，你赶紧去打个圆场吧。2个好朋友为了晚饭吃什么，越说越大声。一个呢，想吃披萨，一个啊想吃炒饭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感觉啊快要吵起来了。这时候，你让另一个会说话的朋友去帮帮忙，你就可以说，他们快吵起来了，你赶紧去打个圆场吧。意思是，你呀，快去说点好话，让他们别吵了。第二个，
我真的不会打圆场啊。你有个朋友跟他女朋友吵架了，他来找你说，哎，你帮我去说一下。你心里想，哎呀，这个太难了，你怕自己说不好啊，反而让事情更糟。这时候你就可以半开玩笑地说，我也想帮你呀，但我真的不会打圆场啊。意思就是我怕我越说越乱，还是算了吧。所以呢，打圆场啊，就是在别人尴尬的时候，你帮着说好话，让大家轻松一点。在朋友、同事还有家人之间啊，真的很需要。大家想一想，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会打圆场的高手呢？第6个，打预防针。打预防针，预防针是什么呢？是为了不生病，提前去医院打针，保护自己。打预防针啊，就是说你提前告诉别人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，让他心里有准备，不会太吃惊，或者太难过。举2个例子。第一个，先给你打预防针，我没带钱。你和朋友去逛街，你突然发现自己没带钱，就可以这么说。第2句，打个预防针啊，我的狗不爱洗澡。你请朋友帮忙照顾你的小狗，你提前告诉对方，狗狗有一个坏习惯，这样说呢，让他有准备。第7个，打马虎眼。打马虎眼，马虎这个词你听过对吧？就是不认真的意思。他做事很马虎，他总是马马虎虎的，什么也干不好。别人夸你中文好，你说自己马马虎虎。那马虎眼呢，就是故意装看不见，或者故意不认真做事儿。打马虎眼就是你问我问题，我不想认真回答，我故意说别的话。来看2个例句。第一个，每次干活他都爱打马虎眼。大家在公司遇到过这样的同事吗？你跟他一起做事儿，他总是不认真，随便糊弄过去。你跟别人说，每次干活他都爱打马虎眼，意思就是做事不认真，非常不靠谱啊。第2句，别跟我打马虎眼，快说实话。你问朋友，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他呢，这个那个的说不清，眼神啊看来看去，就是不告诉你他去哪儿了。这时候你就可以对他说，别跟我打马虎眼，快说实话。意思就是你别想骗我，你别想随便说几句话就过去，我一定要知道真相。第8个，也是最后一个，打退堂鼓。打退堂鼓，退堂鼓是什么呢？
古代人下班的时候啊，会打鼓，告诉大家下班了。你本来做一件事儿，做到一半呢，觉得太难，你不想继续做了，就像心里啊打下班的鼓一样。举2个例子。第一个，才刚开始，你就想打退堂鼓了。你和朋友一起去爬山，才走了5分钟，他就说累了，想回家。你就可以开玩笑说，才刚开始，你就想打退堂鼓了。意思是说，事情才刚刚开始，你这就想放弃了吗？你是在开玩笑的鼓励他，让他再坚持一下，别这么快就回家。第2个，学中文有点难，但我不会打退堂鼓。别人问你学中文难不难，你可以说，学中文啊，有点难，但我不会打退堂鼓。意思是说，虽然学中文不容易，但我呢，不会放弃。学中文的时候啊，你有没有过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呢？你后来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聊一聊。好了，8个和打有关的短语全都讲完了，大家记住了吗？你学会了，可以试着在评论区写一个句子。还有啊，记得下载这节课的笔记电子书，点击视频描述里的链接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是跟读练习时间。我会把今天的例句，一共16个，每个都读3遍。第1遍是慢速，帮你听清楚发音。第2遍、第3遍都是正常速度，你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快，但是啊，母语者平时说话，还有你看的中国电影、电视剧里啊，差不多都是这样的速度，听习惯了就好。你多听几遍，自然就听懂了，学会了。我会留出你重复句子的时间，或者啊，你也可以自己按暂停来跟读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需要我给你打下手吗？需要我给你打下手吗？需要我给你打下手吗？我不会做饭，但我可以给你打下手。我不会做饭，但我可以给你打下手。我不会做饭，但我可以给你打下手。我喜欢和不同的人打交道。我喜欢和不同的人打交道。我喜欢和不同的人打交道。他做销售工作，天天要跟客户打交道。他做销售工作，天天要跟客户打交道。他做销售工作，天天要跟客户打交道。这次比赛，我就是来打酱油的。
这次比赛我就是来打酱油的。这次比赛我就是来打酱油的。你们聊吧，我就是个打酱油的。你们聊吧，我就是个打酱油的。你们聊吧，我就是个打酱油的。钱都打水漂了。钱都打水漂了。钱都打水漂了。突然下雨，我们的计划打水漂了。突然下雨，我们的计划打水漂了。突然下雨，我们的计划打水漂了。你赶紧去打个圆场吧。你赶紧去打个圆场吧。你赶紧去打个圆场吧。我真的不会打圆场啊。我真的不会打圆场啊。我真的不会打圆场啊。先给你打预防针，我没带钱。先给你打预防针啊，我没带钱。先给你打预防针啊，我没带钱。打个预防针，我的狗不爱洗澡。打个预防针，我的狗不爱洗澡。打个预防针，我的狗不爱洗澡。每次干活，它都爱打马虎眼。每次干活，它都爱打马虎眼。每次干活，它都爱打马虎眼。别跟我打马虎眼，快说实话。别跟我打马虎眼，快说实话。别跟我打马虎眼，快说实话。才刚开始学，你就想打退堂鼓了。才刚开始学，你就想打退堂鼓了。才刚开始学，你就想打退堂鼓了。学中文有点难，但我不会打退堂鼓。学中文有点难，但我不会打退堂鼓。学中文有点难，但我不会打退堂鼓。